安图，别害怕，我在这儿呢，都过去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沧海他，你放心，他没死，我也不是他的仇人。他没死，我也不是他的仇人。女儿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我不觉得苦了，这些日子，我确实觉得很难过，但是，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，都过去了。我很喜欢他，我要跟他在一起。您能答应吗？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，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，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。没有想到啊，原来冬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。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津侯亲口告诉庄之行的呀，难道平津侯没有说实话？庄之行是平津侯的世子，是他唯一的指望。平津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？是啊。庄之行是我亲手造就的怪物，他也是被我心里的恨侵蚀成这样的。他恨他的父亲，但他更恨我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。稍微忍一下。哎，别躲，别躲。哎，你轻点儿。马上好了。好。我这个药啊，涂上不仅好得快，而且绝对不会留疤。这好些日子不见，我看你都瘦了，看来在他那儿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。那也没有，他对我也没有那么差。那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，烦什么呢？虽然我母亲和他的误会解除了，按理说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，但是我母亲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，她怕我会吃苦，怕我会不幸福。你从前呢，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，别人的指指点点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他有他的恨，我有我的责任。自由自在的香老板，终究不是真正的我。我看你们俩都坏得很，倒是挺般配的。这要是以后生了娃娃，那还了得，岂不是要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？罢了，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。怪不得女王如此戏弄你，她是把和你爹的账都算在儿子身上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爹竟然和他有这样一段过往。
现下这女王不是你的大仇人，那第三人的线索可就断彻底了。但至少没有酿成大错。那你是不是松了一大口气呀？师傅，我就说吧，对付女人你还太嫩了。你什么时候说过？行，你溜出师傅说的。大人，香小姐差人送来的帖子，请你去一趟诊楼。完了，我去看看。等会儿，洗把脸，别又搞砸了。你溜出师傅不在，有很多事情我也教不来你啊。来，人呢？走了。哦，等你把话说完了，他都该回来了。臧大人，请。诊楼今日停业，请跟我来。我们小姐就在里面，臧大人请进吧。殿下，殿下，站住！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。有一天，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，再也找不着家了。它孤零零地在水里游啊游。游啊游，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，就一直陪着它。他们成为了好朋友。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，一直帮它，照顾它。日子久了，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。可哪知道，这小鲤鱼不仅傻，心思还坏得很。他自作聪明，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他的父母亲人。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，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，替家人报仇。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，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。小天鹅太为难了，他舍不得小鲤鱼，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，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。可谁知道，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。得知真相的小鲤鱼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，就这么把它孤零零、冷冰冰地丢在一边。你说，小鲤鱼该不该死？该死。往事随雪捧入壶中，煮一盏爱恨成痴痛。饮尽此杯敬也是。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，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。随风翻涌，
岁月将人灼成酸。心已经死了，伫立在远处，不敢伸指触，活不过来了。爱是宿命一场血肉，是心中风雨月相逢。因模样则不如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，不敢求她的原谅。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他吗？往事随雪崩入湖中。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殿下，爱是宿命一场血肉，是心中风雨月相逢。你的伤还好吗？爱是宿命一阵春风，是心动，雪与花相逢。破开千人险峰，俗世都成颂。去路杨柳已不踪，桃花红，不看乱世踪。回首一千重，从容。殿下，你武功高强，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，我这手臂就该废了。你还敢叫我殿下？安徒，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有今天。我不配有今天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以后，只要我找你，你就必须来见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安徒，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，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。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！我是东夏的公主，又是枕楼的老板。我的家人、朋友、喜欢的人，我现在通通都有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某人太贪心了。我不能贪心吗？看你，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小天鹅变小青蛙了。还不是因为你。是，都是在下的过错，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，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。我可不记仇，我有仇，都是当场报。
藏海，现在我母亲在，你也在，误会也解除了，我觉得很安心。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。我可不困，今天诊楼不待客，只要我想，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。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。今天，来日方长，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。你受伤了，需要休息。好，我说，那你想听什么？什么都行，你先说。那得从10年前我挨的那2鞭子说起。藏海，我不说，不说。呆子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其实我也没想到，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10年前就认识了。什么10年前，我父亲在东夏修筑风扇台，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。所以你说呀，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。10年前我就见过你，10年后我回京城的第1天，又见到了你，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。安图，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。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，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。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，一路迁徙到了东边。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，成就一番霸业。不久，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，她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传言说，她身上带着一方鬼玺，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，附在活人身上为她作战。后来，她自立为王。她就是东夏的第1任王，傅贤女王。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，虽攻城略地，战无不胜，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。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再也无人见过她真正的面目。傅贤女王知道，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，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。葬在他的尸身之旁，并嘱咐后人，永不可开启地宫。但300年后，他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，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，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，那3条铜鱼。再后来的事情，你也知道了，在武和35年，在与大庸对战的战场中，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庸，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
尘封鬼玺，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。在贞顺9年，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夺找到。千百年来，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。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，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，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。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，鱼手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。之前我与曹静贤合作，就是为了铜鱼，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它了。殿下想我怎么做？直到今日，你的第3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。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，我就助你找到第3个仇人，为蒯家报仇。藏海愿与殿下结盟。别着急，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，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殿下请讲。罗盘和我女儿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你选择罗盘，就是选择继续复仇。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。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，我要你放弃复仇，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。母亲，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？殿下让我选，我选不出来。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：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，是留给殿下的。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。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，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？你威胁我？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，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？母亲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。自从我来大雍，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，女儿从未怕过，今后也不会怕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。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。藏海，谢殿下成全。从今日开始，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。
此处往右走。再往左。再往右走。一直走。向右转。大人，右边走不了了。停。大人请。你们好好休整，我去其他地方看看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修缮的。是大人。来者何人？工部侍郎藏海。过几日会起大风，韩章殿修建已久，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。有劳藏大人费心，但皇上叮嘱过，韩章殿不可擅自修葺，没有允准不得入内，还请回吧。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话呀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知道鬼玺在哪儿了。啊？在哪儿？在皇宫，在皇上的韩章殿里。韩章殿。哎呀，这么说，你爹当年……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，普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，莫过于皇宫，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。那你说，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？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，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，可那是韩章殿呀，皇上每天待的地方。你这么说，我爹当年挖到鬼玺，根本就不是个巧合。
如果你爹修筑风扇台，是奉了皇帝的密旨，寻找鬼玺呢？可你爹为何不将童玉一并交出呢？按照女王的话说，这童玉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！这个我也想不通。难道皇上就是？不是的，皇上不是第三人，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津侯和曹进贤拥有童玉。况且，如果皇上要杀我爹，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，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啊。鬼玺在皇上手里，童玉在你的仇人手中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除了皇上和你爹，恐怕再无人知晓了。义父，说，藏海今日以修葺皇宫为由，将宫内走了个遍。他有何异常？行迹确实可疑，像是在找什么。最后，他在含章殿外驻足很久。含章殿？不错。之后，他就回去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可笑啊！这么多年来，咱家进进出出含章殿多少回呀？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，会择良辰吉日，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。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，殿下请放心。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。臧大人，带我参观一下这钦天监吧。当然，这是在下的荣幸。殿下请。钦天监设有天文、漏刻、神木、象夺、监候五司，各司分工不同，星象观测、报时报更、营造建设、丧葬入殓，都有所涉及。那你父亲呢？他最擅长什么？身为钦天监监正，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。总有最心仪的吧？如果真要这么说，他最喜欢做木工。殿下请。殿下，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。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？20年。如果没去东夏，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？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，也许你的家人都还活在这世上。天下憾事，皆是因为如果。但很可惜，偏偏没有如果。
殿下。人来这世上，匆匆几十年，会得到很多，也会失去很多。走了的人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要记住，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。他宁愿舍弃性命，也要守护秘密。你宁愿失去性命，也要为他们报仇，是吗？人之渺小，只能被命运摆弄。我父亲当年没有选择，我也一样。走吧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，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。鬼玺就在皇宫，在寒章殿内。快陀，这就是你说的大义吗？是啊，除了大雍皇帝，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？一国之主，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，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？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，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。不，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，却没有将童玉一并交出，这才是他要的大义。好一个忠义两全！在你们大庸人眼中，皇帝到底是什么？是天，是君，也是父。那接下来呢？我想要拿出鬼玺，用它引出第三人。在皇帝的眼皮底下，你胆子够大呀！就算能混进宫，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寒章殿吗？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。寒章殿，皇帝。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你闭嘴！我来说。就一句话，他疯了。他说他要私闯寒章殿，偷出鬼玺。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，别无他法。你们都疯了。冬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，不但不阻拦你，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。皇上的东西都敢拿，你们都疯了。师父，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此事非同小可，非同小可。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，甚至丢了性命。藏海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恩公，如果是您，会选择停下吗？但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，一旦丢失，
到时候天威震怒，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，你又会如何选择呢？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，将他杀了报仇后，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。若皇上怪罪于我，我会独自承担，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。我从10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，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。藏海，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既如此，尽力而为吧。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袖里草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生杀是我，雨多是我，上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。苍生。